安慕希 AMX 产地直采系列，新疆哈密瓜酸奶新上市。安慕希 AMX 邀您观看胡同。安慕希 AMX 新疆哈密瓜酸奶带您进入正片内容。小月啊，你愿意动脑筋找出路，主动去联系写字楼的张总，用错峰停车这么个办法解决了老旧小区还有胡同停车难的问题。你这个办法呢，我已经上报给了区政府，区政府的领导也很重视，已经决定上报给市政府，争取在全市进行推广。没想到我这灵机一动，居然能起这么大作用，你可别给我骄傲啊！妈，我哪敢呀？那我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在豁子的带动下，小区恢复原貌这个任务已经基本竣工，咱这管片的背街小巷整治工作也已经基本结束了。下一个阶段的工作重心主要转移到建立共生院上。是，我们居委会正挨家挨户的动员呢。有的老百姓愿意走，但还是跟这个政府的腾退部门有分歧。这不，常大姐和唐副主任都在做调解。这一方面呢，你们得想好离开胡同的居民的安置工作。另一方面呢，要在改善留下来这些居民的生活环境上多动动脑子，真正做到建筑共生、居民共生、文化共生。没问题。向受表彰的全国道德模范致以热烈的祝贺。那奶奶，您看看还想听点什么？都陪我一上午了，今儿就到这儿吧。那行，我再跟您说点别的。又要劝我搬走？奶奶，我知道，您呢故土难离，不想离开这胡同。可是您看看您这房是吧，又阴又暗的，是10多平，然后加上外面那块，一共20多平。您一人住是挺宽敞的，可问题是凭您这条件，那明明能住上一个2居室的新楼房啊！我跟您说这共有产权房边上这设施可齐全了，菜站、超市还有医院。回头您再雇一保姆照顾您，那条件肯定比现在好啊！甭说别的，就冲天天站阳台上晒太阳，您就能多活10好几年。10好几年，我不成了老妖精了。奶奶，您要是不想住那个共有产权房，您还可以花钱，我帮您找一个好点的养老院。养老院现在也好着呢，床头都有按铃，您要哪儿不舒服，2分钟护士就全来了，还有一帮老头老太太陪您聊天，想吃什么随便点。说的倒好，可是这养老院呢，我是不去。奶奶，我不怕别的，虽然我们居委会平常没事也来看看您，有街坊邻居也能照顾您，可是这您一人在家，万一出什么事了，我就怕没人知道。你姥姥怎么说？就是我姥姥让我来做您工作的。嘿，这小子他倒说得轻巧，那他怎么不去养老院？我姥姥不是有我守着吗？真羡慕你姥姥。我家老伴走得早，也没给我留下一男半女，就剩下我一个孤老婆子。奶奶，小月，奶奶，小月，我正找你呢。怎么了？怎么了，奶奶？小月，我那存折搁哪儿了？哎呦，您瞅您这记性，来，我告诉您啊。走，别着急，别着急。来，奶奶您看在这儿呢。我上回当着您面给您搁这儿的，看见了吗？怎么给忘了呀？是放这儿？我也不知道，我这脑子怎么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明白啊！我想起来了，
对，是上次你跟我一块儿割的，是吧？哎呦，您这话还提醒我了。上次医生说您这是阿尔茨海默症的前期，记得吗？那个药，开那药您吃没吃啊？药，我没记着什么药。哎呦，奶奶呀，就在这儿呢。给您看，这是医生给您开那药，您按时吃没有啊？多长时间没吃了？没记着。奶奶，您得按时吃药，不然啊，您这个记性它好不了了。到时候别到时候连自个儿是谁都给忘了，是不是？我记不住自个儿是谁不要紧，我只要记住你是谁就成了。行，到时候啊，您可千万别把我给忘了。放心吧。哎啊，小月啊，我跟你说呀，前2天我那大小子、二丫头带着大孙子、外孙女来看我来了。哎呦，奶奶，我说句话您别不爱听啊。不是您这儿子和闺女都多久没来看您了？这好模样的一下全来了。我也纳闷呢。嗨，能来看看您，多看看您就是好事儿，是不是？奶奶，您手机呢？啊，在这。呀，啊，在这儿呢。哎，啊，你瞧啊，小月，第一个是你给我制定的，我没忘吧？是，您呀有事记得微信我。还有啊，以后微信的时候说话别离太近，都是气声，我听不清啊。记住了。那我走了，奶奶。哎，记得啊，这药在这儿呢，餐后记得吃1片。对，一定吃啊，千万别忘了啊。我先走了，奶奶。哎，餐后1片啊，我记住了。那么这个是，不要离得太近。魏大爷在吗？哎，大爷。哎呦，小月呀！大爷，干嘛？人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走。来，您坐吧。坐。小月，欧阳、小丁儿，你们坐吧。我们就不坐了。大爷，您看看，您这屋现在连下脚屉都没有了，咱们还是出去说吧。啊。成。玩。不是您这是怎么着？您这一家子都决定没啊？啊，搬还是不搬？搬，肯定搬呀。那怎么还不签约？这再过1个月啊，这签约期可就过了。我们跟这腾退办呢，还没聊好条件呢。大爷，不是都聊了好几次了吗？怎么还没聊下来呢？这次拆迁办给我们的拆迁补偿款，那比去年文物腾退的时候，那条件差太多了。就是啊，那上回文物腾退还有优惠政策呢，这次一点优惠也没有啊。这补偿款呀，给的太少了，就够买一个2居室的。我们一家子呀，还指望着这次腾退呀，这好好的改善这居住环境呢。就这一个2居室，我们这5口人，这住房问题也解决不了啊。还有我们这小孙子，他慢慢长大了，总不能让他跟我们老2口，或者跟他爸妈再往一块儿挤吧。还有，说签了约就得走，我们签约的时候正好赶上11放假，这么短的时间，我们根本就来不及搬呢。是。再说了，11那是大庆，到处都放假，谁帮我们搬呢？大爷大妈，您们说的这些情况我们也都了解。您要是觉得这钱太少了，解决不了问题，要是不愿意搬，其实也可以不搬。小月，搬我们是一定要搬的，我们就是想着跟腾退办能不能再谈谈，看看能不能再照顾照顾。
这是一死规定，他改不了。哎，这政策是死的，这人是活的呀！啊，这做买卖还有商有量的，要就是这个条件，我们接受不了啊！接受不了。行，那这样吧，我把您这一家的问题啊，我再跟那个区里的那负责人反映反映，啊，然后让他们哪天再约您，好好的再聊一下，行吗？哎，好，行，那我们等你信儿。行，得嘞，您先回吧。哎，好啊，来吧，进屋。那您不进屋待会儿了？不了，行，回吧。慢走啊。好嘞。师傅，魏大爷他们一家不愿意搬就不搬呗。小丁，你这想法可不对。这次国家的腾退政策就是为了提高和改善老百姓的生活环境的。你看魏大爷这一家3代人挤在一个屋子里，怎么过日子？这好不容易有机会能够改善环境，提点条件也是合情合理的。可以呀，现在进步不少，都知道站在老百姓的角度考虑问题了。我也是这段时间天天走街串巷的给老百姓做工作，看到了他们生活的难处。有些房子确实是需要大力改善一下。他们是真的生活的挺不容易的，咱们这些做基层工作的不为他们着想，心里过意不去。怎么样，听见了吗，小丁？你要看到那些真的有居住问题的老百姓，就得好好跟他们做工作。咱们呀，要尽全力为他们解决问题。我记住了。走吧。走。妈，您看，我们来看你来了啊！好啊！您看，哎呦，妈您看，我给您买的稻香村的点心，还有补品。哎呀，你看，来就来呗，花这么多钱干嘛呀？花不了几个钱。您看啊，这都是您爱吃的啊。妈，这给您买东西能计较钱吗？就是。妈，那个，上次我跟我哥跟您说的那事儿，您想好了吗？什么事儿啊？嘿，妈，这才几天呀，您就忘了？就是咱们这片腾退让您搬家那事儿啊，这事儿啊，我想了。哎呀，您想怎么样？我还真舍不得住了一辈子的胡同，还有街坊们、邻居们。妈，是这样哈，咱们这片啊，好多老人都搬走了，将来啊，您跟他们搬到一个社区里，还是街坊。妈，这事儿啊，您得听我哥的。再说了，您看哈，您不为自己想想，您得为您儿女想想，这不还有孙子孙女想想吗？可不是嘛，妈，您瞧啊，我跟二闺女啊，现在啊住的都不宽敞，这将来要是搬到楼房里，哎，以咱们家现在这条件，最起码能够争取分到一大3居。哎，要是这样的话，将来我带着媳妇儿，带着您的大孙子，跟您搬去一块儿住，不就能好好的孝敬您了吗？不是？李健，我对你说这话很有意见。怎么了这是？你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大3居你们仨去住啊？那我们呢？你们，你都嫁出去了，跟着瞎起什么哄？废什么话呀！这房子是咱妈的，我是咱妈闺女，我有权利分一份。呵，感情您跟我这儿争遗产来了是吗？我告诉你，咱妈还没死呢。哎，你会不会说话你？什么叫争遗产啊？妈，您别听他咒你啊！等房子分下来，我陪您住。这闺女伺候不比儿子强。哎，可千万别啊，妈，她那老公整天抽烟喝酒的，您这么大岁数了，不能闻烟味啊，还跟我住啊？什么抽烟喝酒啊？抽烟喝酒可以让他到外面去啊？那比你强啊，天天呼朋唤友的，在家打麻将，你吵着妈妈怎么休息啊？我告诉你，你说的那都是老黄历了，我们现在都去棋牌室打麻将，谁跟家打呀？妈，
你还是跟我住，甭听他的啊！好了吧，你这狗改不了吃屎你！来，吃骨头。妈，您喝口水，您喝水。来，再吃一个，喝水。来。哎，领导，我魏民，我跟您说个事儿啊，这回我们那片这个创建共生院这事儿啊，您无论如何得想办法把我这公司给安排进去。啊，那是需要招投标的。我们公司的资质完全有资格参与进来啊，这您知道的啊。参与这个项目的呢，都是大公司啊，实力不比你们差，而且还有几家是国企。竞争会非常激烈的，这我知道。您听我说啊，只要这次您能帮我这个公司给安排进去，我肯定是不会亏了您的啊。魏民啊，这事儿不太好办，我会尽力的，但是你也要想想其他的办法啊。行，我懂了。那行，那就这样，再见。魏明哥，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吧。啊，小敏，我听说你们那片正在搞这个共生院的改建是吧？这项目我特别感兴趣啊！你看，正好我那房地产公司呀在整理材料，准备这个参与投标。你看你呢，正好是这个街道的书记，能不能这回这个招投标帮哥这公司一个忙啊？啊？你说的是这事儿啊？魏明哥，创建共生院呢，是为了改善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住房条件。当然呢，我们这个项目需要社会资金的参与，但是不是以盈利为目的。这我能不知道吗？我就是说呢，这些年我不是挣点钱吧，而且我也这片胡同长大的，我就一直想着吧。给这帮老街坊们、老邻居们，给他们谋点福利啊，然后做点贡献，这也是我一直的一个初衷。看你这是傻乐什么你？魏明哥啊，你这个想法真的挺好的，但我真的没法帮你这个忙啊。啊？具体的事情我无权过问。东子，你看这小敏给我打官腔啊，还不愿意帮我，真行。哇，你这都当书记这么忙了，有时间读诗吗？啊，瞧着，偶尔读读。偶尔读读，那可不行。这诗和远方可是你年轻时候的梦想啊，人都有追求，不能跟他一样。这行了，你别老拿我打岔啊。我想问问，您现在这么大老板，您还读诗啊？啊，我何止读诗啊，我还写诗呢。我跟你说，最近我这偶有所得啊，小敏，我给你来一段。行了，哎，我说哥，到饭点了，你要留在这儿吃饭吗？饭我就不吃了，我这好多事儿。行了，不早了，我先撤啊。啊，那我送你。不用。那小敏，我说这事儿，你再帮我琢磨琢磨啊。走了。瞅瞅他那个样子，我就知道他没事，他肯定不会来的。你别对你哥有这么大成见，他不是也说了吗？想要给街坊邻居办点好事儿，回馈社会。回馈社会就他，我跟你说，我这个哥呀，典型一个无利不起早的主。我都知道他来干什么，他就是看到那个共生院有利可图，他才过来的。所以我不是拒绝他了吗？他动机不纯，你也看出来了吧？那倒不是因为这个。魏明哥他房地产开发公司在发展的过程中有点问题。你听到什么了？哎，具体的事儿别问了。不是我这哥不会真出什么事儿吧？
那你话呢？不好说。喂，我给你打了那么多次电话，你怎么都没接呀？啊，是吗？你自己看看。可能我开会静音吧，没听见。钱怎么还没打过来呀？哎呀，现在公司用钱地方很多，账上比较紧。再说我不是刚给你打了一笔钱吗？这么快就花完了？你打的那些钱够干嘛用的呀？啊，女儿上学的学费要钱，那么大的房子，雇的佣人、司机要钱，我买化妆品、买换季的衣服，这不都需要钱吗？啊，行了行了，你不会少花点吗？少花，嫁汉嫁汉，穿衣吃饭，你挣那么多钱，不给老婆孩子花，你给谁花呀？李卫民，你是不是又犯什么花花肠子了啊？在北京又有相好的了，是不是？你给我说清楚。哎，你不要无理取闹好不好？你胡说什么呀？啊，行了行了，我现在真的不想和你吵架，我先挂了。跟郝奶奶谈的怎么样？聊了一上午，还是不愿意搬。故土难离，这都是人之常情。你郝奶奶这么多年一直跟我在居委会工作，她的脾气秉性，我还是挺了解的。郝奶奶今儿跟我说呀，她这丈夫走得早，没给她留下一儿半女的，让她成为孤寡老人了。她年轻的时候啊，那叫一个漂亮，追求她的人特别多，可她就喜欢那个当兵的，俩人感情特别好，天有不测风云，这后来就出事儿了。这么多年，多少人劝你郝奶奶再往前走一步，她不干，就守着她和她男人的这个家。哎呦，他们这段爱情可真伟大。原来不觉得，现在我怎么越看他那房子越小，又阴又潮，这对身体也不好啊。嗯，我得劝劝他去。魏大爷，这次我们申请式退租啊，指的是租住在直管公房内的居民通过自愿的方式把自己的使用权退出，政府以货币的形式买回。这走与不走啊，完全通过居民自己的意愿来决定。这跟以往的文物腾退和棚改征收项目的强制性不同，所以啊，这完全是两个政策，不能混为一谈。魏大爷，您听明白了吗？一个是强制执行，一个呀是完全自愿，就是可搬可不搬，这俩政策啊。这听我倒是听明白了，可是我听说签约就得搬走，哎，这时间可太短了。对，这中间还有个11呢，是吧？我们根本来不及搬呢。魏大爷，当初从制度设计上来讲啊，我们就是使用的这种固定的时间开始和固定的时间结束片区推动这样一个模式。这次我们腾退的启动啊，您住的这一片我们完全是按计划走的。哎，可是老爷子，您说的这个时间问题啊，我们也充分考虑了。这样，您先把约签了，您踏踏实实在这儿过节。节后，您什么时候想搬了，您跟我们说一声，您搬家后15天，我们就把钱给您。哎，合着不是11必须搬呀？哎，是。9月30号啊，是签约的最后时间的期限，这并不代表10月1号以前你们必须搬走啊。对，魏大爷，9月30号之前您把这约签了就行，具体呢什么时候搬，您跟那个腾退办领导协商好了就行啊。哦，大爷，这次我们的政策呢是硬性条款，每家每户都一样，
不可能因为任何一家出了问题就更改政策。是，魏大爷，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吗？没有了，两位领导已经把事说明白了啊，我们也想通了，我们马上就可以签约。哎，魏大爷，感谢你们一家人对我们工作的理解，你们现在就可以跟我们办理签约手续，好吧？好，谢谢。哎，来，停，您呐，甭跟我说这么多没用的啊，我就告诉您，必须给我们2套2居室。没错。这按照您家的面积来说啊，补偿款可以购买1套3居室。不是，我们那自建房为什么不能算进住房面积啊？您家那自建房啊是违建。凭什么呀？您要是这么说的话，这没法聊了。哎，消气儿，这个啊是统一的规定，不光是我，换谁也无法改变。哎，哥，甭跟他废话，咱走，不签。就是不签了，不签了。什么玩意儿？哟，走啊！玩意儿生这么大气呀？是，这也解决不了问题。走，好说走啊！对。哎呀，咱们这些老邻居呀，还是很讲道理啊。只要把政策跟他们说清楚了，他们是会理解的。是啊，我就看魏大爷他们一家啊，高高兴兴就签约了，能够住上楼房，一家3代人，再也不用挤那20几平米的小房子，那我是真替他们高兴。哎，对了，小月，你刚才说李健和李芬在这儿吵架了？哎，他们呀，非要2个2居室，那怎么可能啊？哎呀，这2个人呢，在这儿闹了一起儿，说不定回家呀又得跟隋奶奶吵去。你呀，赶紧带着丁丁和欧阳去看看，别再给老太太气出个好歹来。哎呦，您说的还真是，我这就去看看啊。哎，袁奶奶，怎么了？您这是？奶奶，快打120。妈，你怎么样了？您没事吧？您挺住呀！你这个节骨眼儿，您可千万不要出事儿啊！你，你们俩给我出来！啊！哎，干嘛呀你？啊，松手，拉扯干嘛这是？不是有你们这样的吗？平常不管老人死活哦，一听说这片要腾退了，跑这献殷勤来了。为了你们那点私利，当着奶奶的面又吵又闹又摔又砸的，这才犯了心脏病的。哎，我跟你说啊，你可别胡说八道。我们走的时候，老太太好着呢。就是啊，你别冤枉我们啊！是我们家老太太犯病，这指不定谁气的，我还没长你们呢。就是，要不是因为你们俩能犯心脏病吗？这幸亏抢救及时，不然以后再也见不到了。我妈年纪最大了啊，她这个岁数啊，生老病死正常，用不着你再多管闲事儿。你说的这是人话吗？我算看明白了，你们俩呀，就是盼着老太太早点死，好分她遗产，是吧？林月，我们什么时候说这话了？你就这么想的？我告诉你啊，你别血口喷人，我们压根就没这么想过。你行了，老太太还病着呢，少说2句吧。林月，我跟你说啊，你别狗拿耗子在这多管闲事儿。我是居委会主任，你们做儿女的不管，那我就应该管。甭跟我说那片汤话，你以为你怎么想我不知道啊？你照顾我们家老太太你是有目的的，你这叫动机不纯，你胡说！哎，林月啊，我可听我妈说了啊，这每个月领的钱，是你负责帮我们家老太太存到银行里去的，这存折只有你知道在哪儿啊！我就不相信你手脚这么干净，你要没点什么目的，你能管这闲事儿？不是你什么意思啊？啊，说话要讲根据。隋奶奶阿尔兹海默症前兆，人都快认不出来了。家里那点东西，要不是林月帮着管，早不知道丢哪儿去了。你别胡说八道，我们老太太清楚着呢。谁告诉你我们家老太太有那个什么阿尔兹海默症的？走，现在跟我走啊！丁丁，你就盯着隋奶奶，有什么事给我发微信。走啊，走就走，谁怕谁？
你们俩啊，给我瞪大眼睛，好好看看。看啊，这是我给老太太每个月领的钱，你们可以拿着存折上银行去对一下。这个呢，是老太太每个月的基本的这个生活开支，全跟这儿记着呢。有1分差错，你们都可以起诉我，我负全责啊。还有，这个是奶奶的诊断书，好好看看。你们要是不认的话，现在人就在医院呢，可以做一全面检查。这都没用，我就不相信这社会上还有像你这样的活雷锋。你不是图我们老太太的钱，那肯定图点别的。没错，这等我们家老太太醒了呀，真得好好的查一查，查查我们家有没有丢什么少什么。首先，这屋里所有的财物都属于隋奶奶，即便要查，也是隋奶奶查，你们2位根本没这资格。所以说，请你们说话放尊重点，别在这胡搅蛮缠。另外，也希望你们摸着自己的良心问问自己，平时是怎么对待你们妈的呀？都是为人父母，扪心自问，自己配不配呀？配不配？配不配那是我们的事儿，我们家跟你没什么关系。哎，再说了，谁告诉你我们家老太太的财产跟我们没关系的？啊，说不好听的，万一哪一天老太太不在了，我们是第一继承人，当然有资格查了。老太太还在世呢，你说这话也不怕天打五雷轰？哎，行，吵什么吵呀？说这些废话。反正啊，我告诉你们，我们家老太太年轻的时候呢，攒了不少好玩意儿。这外人呢，终归是外人，总得查查清楚。行，检查清楚是吧？看见这钥匙了吗？啊，所有东西都好好的跟这柜子里锁着呢。你还别动，我还警告你啊，那里边东西全登记了，少一样我起诉你们，知不知道？不是，凭什么呀？我妈的东西凭什么你管啊？再说我们俩拿什么那是应当一份的，我还就管了。告诉你啊，奶奶好了以后，她想把东西给谁我管不着，但她现在没有好，我看你们俩谁敢动。不是，你这不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吗你？行啊，你等着，走。真服了，这天底下怎么还有这样的人呀？我也真是长见识了。行了，别跟这种人生气，犯不上。收拾吧。哎，自个儿老母亲病那么重都不管，现在为了抢房子争遗产，反而说我动机不纯，别有用心，有他们这样的吗？那人家孩子现在提出问题了，幸亏啊，他现在还长了个心眼儿，知道记账，否则人家现在查出什么事情不对了啊，你啊，等着吃官司吧你。那我身正不怕影子斜，告我就告，告就打到底。对，我觉得小月做的对。那居委会的人都怕事儿怕麻烦，不管老人的事儿，这些老人怎么办呀？妈，我不是说不管老人，我是觉得还是得做通他们子女的工作，让他们能够真正的孝顺老人、赡养老人，这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妈，我这么跟您说吧，要是李健和李芬他们有赡养老人这份心，这事儿会像今天这样吗？您是没瞧见啊，就为了争那房子，这俩人当着隋奶奶的面大打出手，砸水杯、砸水壶，给隋奶奶气得差点没弯过去。那要不是我过去的及时，那我们就可能见不着隋奶奶了呀。赡养老人是个社会问题，我们要通过各种渠道去让这些拒绝赡养老人的不孝子女受到教育，包括去他们单位找他们领导啊，让他们领导约束他们，或者是通过行政手段、法律手段，让他们承担应该赡养老人的义务，不能把这些问题全都推向社会。对，你妈说的对。
嘿，姥姥，您这变得真快啊，这又向着我妈了。我说的是这个理儿。我也听明白了，我妈说的是挺有道理的。哎，那这样吧，妈，明儿啊，我就去单位找他们领导。我治不了，那有人治得了。你瞧瞧你，啊，说他嫩他还不相信。你现在上他们单位找他们领导，你这不是在激化矛盾吗？啊！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治好隋奶奶的病，再由居委会和他们单位领导一起去做通他们的思想工作。你好，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Sorry。你好，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林总，现在咱们去哪儿？去我弟他们家。好嘞。这么晚找我干嘛呀？小敏睡觉了，加班呢。哎，那正好啊，找个地儿陪他喝两杯，聊会聊会。一身酒味，你还喝呀？没事儿，能喝呀。我今儿就特想跟你喝点儿，走吧，啊，走，再见。你说咱这北京城这变化是真是大呀！哎，东子，你还记着这地儿吗？原来好像是个小饭馆吧？咱俩年轻时候经常来吃宵夜，这一转眼变成大酒楼了。哎呀，你说我是不是老了呀？经爱回忆过去的事儿。没有，你这么大个老板，跟我在这玩什么伤感呀？什么大老板呀？现在啊，为了个项目，还不是跟三孙子似的陪人喝酒？大老板，我就纳了闷了。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了，你图什么呀？啊？就是想让老婆孩子生活过得更好一点。怎么了？我记得你年轻的时候是个文青，是吧？你特别讨厌经商的。你说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这事儿我也没想明白，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就变成现在这样了，没想明白。我现在想问问你，你觉得你过得幸福吗？你幸福吗？我幸福。我前些年挣的钱，加上小敏的工资，够我花完这辈子。小月现在虽说挣的不多，但是每天过得很充实。我每天下棋、跳舞、健身，我活得悠然自得。最起码我每天可以睡一个安稳觉。你行吗？好啊，你这是无所求嘛？无所求就无所谓。我就是要求太多了。哦，你也知道啊。亲爱的弟呀，哥给你掏个心窝子吧。其实我过得一点都不幸福。你嫂子、侄女儿拿着我挣的钱，在国外住着大别墅，开着豪车，潇洒快活。还有，我跟你嫂子感情其实现在变得很淡了。我在她眼里就是个会挣钱的机器。有时候，
我待的苦闷了，特别想让他飞回来陪陪我，可人家不肯，因为这事儿啊，老是吵架。你那侄女就别提了，受这个西方教育长大，对咱们中国这种传统的亲情的概念特别淡，压根儿都不爱搭理我，跟我张嘴说话讲英文。甚至每年过生日都不带发个信息给我祝福一下的。你说我这生活是不是很失败？哥，挣多少算多呀？我真的不希望你有一个悲惨的晚年。悲惨，我也不想啊。来，喝酒。丁丁啊，是吧？那李建、李芬来过没有啊？连个人影都没见着，真是太不像话了。要我说呀，像这两个不孝子女，咱们居委会就该想想招治治他们。是，等孙奶奶出院了，咱们可以向他们单位领导反映，咱们治不了，他们单位领导还治不了啊。老槐树，十字路，多少岁月轻浮，生活在匆匆忙碌，总觉得很满足。寒雨树，朝雨暮，多少岁月仓促，留下温柔的脚步，走遍了长路。千家万户，灯火灿烂夺目，时光沉淀心中温度，明媚如初。向前走，澎湃的时代。